轩，现在伊朗真的要变天了，中东真的要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看现在 CNN 怎么形容？他说现在的此时此刻，这是伊朗人的柏林围墙时刻，那个墙要被推倒了。倒造代表什么意思啊？代表整个世界要巨变，以及伊朗就是这个巨变的中心。因为现在我们已经不再讨论说到底伊朗哪几个省份呢已经沦陷，或者是呢被抗议者所包围，因为全国基本上都在包围区域，包括我们讲最可怕的在这边。除了说我们刚才特别提到说监视器持续的在破坏，代表说他们是有意识、有组织的在阻止所谓的政府对他们进行后续清算，而且在进行所谓相关的抗议活动，希望能够把政府给占领。但连德黑兰，我看到这个我吓坏了。各位，德黑兰是他们最重要的城市，对，连政府的大楼都被火给焚烧，政府大楼直接用汽油弹丢下去了。对，那你知道吗？火对于伊朗这种民主，它是有它的特殊性，它代表着革命，它代表说呢，我要把整个政府呢给翻天覆地的，他们的愤怒给变化，而且连路边开始一台一台的车子、汽车在烧，连机车、摩托车也开始一台一台的在烧。甚至是连伊斯法罕，我们先前介绍过第3大的省份，对，市议会大楼整栋都烧了。这代表一个什么概念？过去的政府已死，我们把所有过去政府，包括神学院，包括这些我们讲的权威什叶派的象征，通通给放火给打倒，而连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历史古迹哦，来，你看哦，伊朗这个叫什么？噶尔干，它一样把这个地方给放火，甚至我讲最可怕的在哪里？你知道吗？赵伟，军警完全不管。作壁上观，也就是我连军警我的心都动摇了。理论上来讲，他们来这边的任务是要阻止他们去做这些我们讲行为，就没想到军警只在旁边看着，他就不管了。为什么呢？因为搞不好军警都想要加入这个行列哦，就 OK。我去阻止你，我反而我可能会被你骂，我可能被你杀，我可能被你打。我也觉得伊朗应该是要变天啊，所以完完全全军警都直接站在人民这里了。这个算是物理性的抗争哦。我们讲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在物理性上，因为我怕被你伤害，所以我不愿意去介入。对，但是我认为哦，这些人搞不好都想要加入他们的行列。真的假的？当然嘛，我们这不是看到说有伊朗军警，然后开始在那边墙壁在那边喷吗？对，喷击说什么叫美国赶快来解放他们？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是也是在杀时间啊，这种碍于职责无奈。所以你知道吗？伊朗现在闹到这种程度哦，他们只能被迫干嘛？因为这些东西一个一个画面都传到台湾、传到美国、传到世界各地。他说我直接断网，把这个网络呢直接给中断。换言之，他现在已经崩溃到说他无法去控管这整个国内失控的情况，他只能祈求说世界，也就是外界不要看到这个事情。但请问一下哈，你以为这样有用吗？没有，有一个人特别调皮，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Donald Trump。很破Donald Trump 干嘛呢？他直播 broadcast， 他直接把伊朗超过100万人的集会，在第2大城市 over million people ready Iran 2nd largest city under protest control， 他直接帮你宣传。用他的 True Social 想说你越要遮，我想川普绝对是故意的啦，就是让全世界都看到。他知道你要封网嘛，那我就帮你直播嘛，来。第2大城，你知道这个第2大城它有什么特殊性吗？我跟各位讲哈，川普是有挑过哈米尼的故乡，对，他是哈米尼的故乡，也就是现在伊朗的实际上的领导人来，而且再来哈，他是以前哦有一个总统马哈默德艾哈萨，这个名字非常难念，他就是一个精神领袖。还有呢，阿里里达第8任的这个我们讲领袖，什么意思？这是所有基本上整个伊朗，包括他的宗教，包括他的精神领袖，很重要的一个发源地。很重要的一个圣地，结果连圣地都沦陷，那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讲神权已死，代表整个政府要继续推翻了嘛？对，来你看哦，马什哈德这个地方四处都是烟，你知道这是什么烟吗？战争的狼烟，代表他们要开始革命了，四处都在烧。对，然后再来整个街道没有街了，只有什么？你只看到满满的人，如同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直播画面一样，整个人群给挤满，那所有权威的象征开始一把一把一把的火，他开始把它烧，甚至是我跟你讲，这个太可怕了。我们刚才是不是讲安全部队，对不对？对。其实赵豪讲的也有道理，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敢碰吗？来，你看这就是安全部队冲出来之后，你看路上是不是很多车子？对。你知道那些车子干嘛吗？直接碾过。哇塞，是直接开车撞的。对，而且他撞完之后他没有停，他直接继续开。对，车水马龙哦。他就是我知道你是安全部队，我知道你也想来搞，但是你看哦，为什么这个画面很特别？那台车子，我请问一下，它是不是抗议行动？不是，它是刚好在一个交通要冲十字路口车水马龙状况下，我看到我就一时义愤填膺，
就把你处理下去。所以你知道吗？代表整个伊朗已经全民皆兵，但这个兵是反抗的那个兵哦。所以你想想看，赵和。代表说，现在伊朗人呢，他有非常大的一个底气跟动能去做，结果呢，还有人在煽风点火，就是川普每天煽，煽风点火。让你看哦，这是什么？这是美国的哈，你不要以为说哦奇怪，这文字不是英文，波斯文，你知道什么吗？他故意的，就是美国的对外宣传，他在统战伊朗，他跟你讲说，伊朗司法部门首次长再次的威胁抗议，这一次不会对任何人宽容。美国在跟你讲一件事情哦，你搞卡起，你跟我碰一下，你试试看。你给我卡姐的气跨来，现在伊朗的人是谁的人？不是尼哈米的是谁的人 ？Donald Trump 的人来哦，川普的脸配上波斯文，你通常看到这个以为说又在干掉他，就不是这川普发出 I have a message， 他有个讯息要给伊朗，杀害人民，你要付出沉痛的代价。他当谁的后盾？当谁的底气？我要当着伊朗人民的后盾。我讲真的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想想看，伊朗是不是人到处在街上？我们讲对这些维安部队、对政府部门放火，然后开枪。他说我就挺他们，你怎样？你给他动动看，你动了，我跟你输赢。我就站在这些后面，甚至在接受专访德黑兰，他谈到这件事情，大家上街头的时候，他直接跟主持人说什么：我与你们同在，坚定的站在一起。而且他还讲说，哈米尼确实有可能逃到俄国去。他说我掌握到的情资代表美国一直在盯着他，真的有这样的状况，因为很不妙，而且会不会垮掉呢？伊朗他说 very possible， 非常有可能，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只要敢动手，我们就狠狠教训他。所以各位，我做一个结论，川普这是什么意思？我不会动你伊朗。但是呢，我要看你自我灭亡。你只要存有一丝反抗的意志，敢对人民动手，那只有两种：一种叫做你慢性死亡，第二种叫做我闪电战，直接把你斩首。国正，我们刚刚一路看下来，川普真的是玩一个大的，这种大战略，石油的大战略。我们讲委内瑞拉端掉之后，我们才讲可能中国脚端掉。现在伊朗如果也真的端掉的话，这个等于是对中国、对俄国来说，真的不用费一兵一卒的情况之下，他们就会自己倒了，他们快不行了。所以中美之间不只是在打货币战争，现在真的是石油战争了。他直接在公海上直接把影子船队马里内拉号给拦截，其实这就是战争行为。而且这不止一艘，因为整个数量有1470艘，这只是开始。接下来端掉了委内瑞拉4.5%到10%的石油，伊朗如果20%就会出大问题了。那中国几天会出问题？其实美国掌握得很清楚，因为委内瑞拉有放在哪里？放在马来西亚跟中国附近的海域，总共有2200万桶的委内瑞拉石油就藏在那个公海上。那这些公海可以用多久呢？中国大概可以再用2个月左右。如果2个月用完之后，就必须要赶快去其他地方买石油进来，不然中国石油就会出现紧急的状态。中国石油跟我们刚刚看到伊朗的水一样，要见底了。对，要见底了。所以川普是连出3招，第一招就是在公海上直接拦截，再来是委内瑞拉，再来是伊朗。如果伊朗这20%也出问题的话，那不只是2个月哦，很快就会出大问题了。所以中国现在怎么样？赶紧求救，怕大石油公司马上去跟北京政府说：你现在赶快想清楚方法，你的外交战略是什么？你如何保有我的权利，因为你要去跟美国说啊，但是川普不是那么容易说服的，所以委内瑞拉这些石油可能是中国想要拿到是很困难的。接下来他们看什么事情？赶快，很多贸易商已经跑去哪里？跑去加拿大买石油，到处去跟加拿大，你还有没有石油可以转卖给我？因为加拿大有跟委内瑞拉差不多一样的石油，又是重原油在那边，如果能够取得这些重原油，2个月后就可能会解决它的危机。但是加拿大的驻联合国前大使马上就说因为美国把这件事情踢爆出来之后，联合国前大使他就说，你不要小看川普，因为川普从来不重视加拿大的人权跟国家的权利。如果你倒向中国，那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可能不是古巴，也不是哥伦比亚，也不是格陵兰，可能就是加拿大，因为你供应中国石油。我只是给你一个石油，下一个被杀的就是我了，因为它会影响到美国战略目标，所以最危险的恐怕可能不是格陵兰，而是石油。为什么？现在中国赶紧要去跟加拿大买石油，因为相对的，从加拿大运到中国的话，只要17天。那如果从委内瑞拉这边的话，你要走南大西洋，走乌斯怀亚这边过来要57天，差40天。对，虽然加拿大还要贵7块到10块，但是相对时间还是来得及的。甚至加拿大这几年其实倒向中国，还拉了一个特别的油管，叫跨山输油管。这个输油管可以把这个油砂矿区把它
油送出来啊。这个油砂矿区跟别的石油矿不一样。这埃德蒙顿这的跨山输油管，这个其实是在2024年2年前才刚刚完工的。那这个油有一个特性是，别人采油是所谓的直接用磕头机去抽油嘛，它其实是产沙子，必须用蒸汽去把它洗出来，用高温蒸汽去洗出来，所以这个油相对的比较粘稠。但是它跟加拿大，它跟委内瑞拉石油差不多，都是重原油，所以它是油砂。别人的油是在油井里面，它是沙子。那通过这里，其实已经供应了64%，等于加拿大大量油都卖给他，当然一部分就往美国送，所以这个会引起什么？美国会在意说加拿大你到底导向哪一边？当然加拿大一直希望能够增加石油，把它出口到从温哥华出口出去。但是如果一旦加拿大做这件事情的话，恐怕加拿大就会变得很危险。当然它可以解决中国问题，可是它也就变成美国战略一环，所以为什么美国此刻在点名说中国正在大量的进口所谓的加拿大石油？他在跟所有人讲，你们敢给，你们试试看。对，当你把这件事情都揭穿的时候，就是加拿大危险的讯号。那同时，为什么我们说影子邮轮、影子黑暗船队是一个危险的讯号？因为今天1月9号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就把它指出来了。我们不是只看到1艘、2艘贝拉1号、马里内拉号被扣，现在整个海上有1470艘影子船队或叫黑暗船队。这些船队是什么呀？支持所谓的乌俄战争一个最大的黑暗势力。那美国把它点出来是代表什么？他其实已经把整个事情都给还原得很清楚。那我来说，他们是怎么样进口所谓的黑暗船队，怎么转油的？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石油产区这边，由俄罗斯的船把它运到公海，在海参崴附近。那中国的船是从烟台出发，这是中国籍的船，他们两个不互相入港，直接在海上换油或者是换天然气。那这样就躲避了美国的监控。当然，美国把它画出来，而且数量都出来，代表什么？我早就知道了，我看着你的，我看着你，只是我什么时候发动我的军队，直接去拦截他。现在抓了1艘，代表什么？我以后都会全抓嘛。那数量有多少？其实他连数量都掌握清楚。这是过去1年来，迈向中国了，大概有160万桶。那印度也很多，所以印度现在很危险哦。俄罗斯卖到透过黑暗船队卖到印度，所以现在川普说什么？如果你再收黑暗船队的船，要课500他的关税，印度就是其中之一。那印度再来是俄罗斯去中国，再来维拉去中国，还有俄罗斯去其他地区。其实台湾前一阵子也被点名过，就是这件事情。所以现在整个轮廓很清楚，黑暗船队将是石油战争一环，甚至美国连怎样你知道吗？连伊拉克其他国家只要俄罗斯的石油，全部都要没收。所以伊拉克现在决定怎样？要把俄罗斯陆克石油在伊拉克的油田把它接收，等于接管俄罗斯的财产，陆克石油。这个油田很大哦，占世界的0.05%，不要小看这0.5%，是全世界0.5%哦。那接下来把它卖给谁？卖给美国的买家。连伊拉克油田也要接手，当然伊拉克现在直接把中俄的脖子整个掐得紧紧的，这个叫做全球化的石油战争。所以下一步会打什么？连战略储油我都不要卖给你，因为连美国1桶油都不卖，那这就是真实的石油战争在全世界上演了。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